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沈富雄委員、吳崢發言人、陳智菡主任、吳斯懷委員、黃鎮輝艦長。好，那麼美國跟伊朗又打了哦，本來不是停火嗎？哦，那川普還說他那個自由計劃也廢了，36個小時，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反對也廢了哦。沙烏地阿拉伯很狠哦，不准他用機場，飛機不能起降，他不能通過他空中。所以你美國事先你搞這句話不告訴我，你現在取消也不告訴我哦。好了，川普只好宣布取消了。那本來說跟伊朗要談啦，哦，快成了，怎麼又打了呢？哦，說呢這個美軍說報復性的打擊伊朗，川普說哎哪有打，輕輕拍一下，拍個蚊子，輕輕拍一下哈，停火還是有效的，還是停火有效的哈。他就现在川普很怕哦，停火無效哈。那說這只是小懲罰哦，說伊朗你趕快簽協議嘛，你趕快簽協議就不會交火啦哦。那另外呢，雙方互控都是你先打我哦。那這個說伊朗去打3艘美國的軍艦哦，然後呢，因為3艘美國軍艦被伊朗打無人機啊、飛彈啊，所以美國去炸伊朗這些基地，就是這樣子哦。那另外呢，才稱停火哦，沒有破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證實又被伊朗攻擊了。哦，又被伊朗。我每次看到這個講到說哈，還好我沒去哈，否則我今天晚上就住在杜拜的飯店裡啊，因為飛機給我 delay 了，飛機給我延誤了，所以我今天要在杜拜停46小時，哦，所以我就算了不去了，而且回來不知道會不會發生事情。你看這個阿聯酋被打了啊。那另外呢 ，CIA 說呢，川普哈說這個伊朗哈撐不了太久了，現在每天要花5萬美金。他經濟也撐不了太久了，但是他們現在說不是這樣子，說呢，伊朗他靠着鐵路還有油輪，至少可以再撐4個月。那他這個知情人士說 ，CIA 顯然低估了伊朗的韌性哦，他沒有想到，所以呢，伊朗哦，這個他的這個海運、陸運可以提供他的經濟緩衝，就不會那麼快垮的啦。那問題是你美國撐不久啊。伊朗反而可以撐得久，這是美國 CIA 原來都沒有估算到的哈。那另外呢，因為荷姆茲的危機暴露了細頓的裂痕，所以台灣趕快要跟美國連結，希望川習會之前去連結什麼東西呢？第一個哦，就是呢要買美國的這個天然氣，所以要占25%哦。同時呢，要核三廠趕快請西屋 Westinghouse 趕快來檢查一下。我們因為核三是西屋蓋的，我們要恢復了，恢復有很多機器啊，可能要整修啊、零件啊、燃料啊，所以呢，用這個跟美國連結。為什麼？因為就是從這個荷姆茲海峽危機發覺能源有問題了哦。那另外呢，美國前的官員說，川普為什麼急於結束伊朗戰爭，希望在訪問中國之前避免自己談判劣勢。他們現在談3個東西嘛，台灣、伊朗。買3B 哦，牛肉、波音哦，然後呢黃豆，那你要大陸買美國的啊，所以你要拜託美國買啊，對不對？荷姆茲海峽要停戰，可能要中國出力啊。台灣哦也是這個昨天李強還特別跟美國的這個蒙特納的議員說，告訴你這個台灣是重中之重，這條紅線不能跨越。那你川普去談什麼呢？所以至少先解決一個嘛，先把伊朗戰爭如果解決掉，他至少不需要跟習近平去懇求說你來這個出手吧哦。那另外呢，到底會不會把台灣出賣？那美國的智庫說不會拿台灣交換，為什麼呢？因為軍售哈對台灣重要，對美國有利，美國要賣東西給他賺錢了。你川普是一個商人，他有武器可以賣，他為什麼不賣呢？我們看一下。News: America striking Ira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aunching new strikes inside Iran. These are the first strikes since the ceasefire. 美伊停火滿月，卻爆發最激烈交火。美軍3艘驅逐艦魯斯頓號、培拉塔號、梅森號通過荷姆茲海峽時候，遭到伊朗發射的飛彈、無人機跟飛彈快艇的攻擊。伊朗方面的說法是，美軍先動手。زیر آتش موشک ایران قرار گرفتن که پس از تحمل خسارات مجبور به فرار شد. 不過，美軍中央司令部認定是伊朗先對美軍的驅逐艦開火，美軍是自我防衛，沒有任何美軍的資產受損。隨後，美軍也發動空襲，反擊伊朗的軍事設施，包括飛彈、無人機發射場、指揮管制、情報監控節點。
U.S. officials saying multiple locations were hit. They're talking about those. You could see several islands there of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in the strait. And Iran's military is also reporting damage to some of these locations. One of the things to note is that Bandar Abbas was one of the areas that they hit. Bandar Abbas i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Navy. 就在美伊谈判传闻有重大进展之际，局勢又重大的升溫。川普則說這是伊朗玩的小把戲。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 伊朗還公布上個月22日，伊朗軍方開着快艇登船扣押一艘以色列油輪的畫面，威嚇隨時掌握住海峽通行權。中東局勢突然升溫之下，不確定性彌漫，美股三大指數全面翻黑，費城半導體還重挫了2.72%。那吳委員怎麼看？到底現在伊朗戰爭打到現在還打得下去嗎？現在這個情況啊，其實美國跟伊朗都已經到整個國家戰略臨界點。其實雙方都有很大的弱點跟罩門。那先講美國，川普現在急的在川習會之前搞到一個結論，我不要就像媒體登的，我不要去道德求你，拜託你習大大你幫忙，這一點我起碼你看我把伊朗解決了，核武器開放對你大陸有幫助，增加談判籌碼，這是川普最着急的一件事。所以前面看到這幾天又有這個變化，應該叫做小打小鬧，極限施壓。但是呢，伊朗是說我被迫決戰，你打我，我就要揍你，展現什麼？我還有最後的一點韌性。其實伊朗也快撐不住了，但是現在就比叫做國家韌性跟底氣。大打我想不至於，因為川普不願意，他有不願意的最重要的3個因素。第一個，美國國會不支持，包含共和黨的已經認為說你不要再打了，絕對不可以投入全面戰爭。第二個真正的關鍵因素，美軍再三提醒川普，美軍的高層說軍費太高，彈藥不夠，就是打伊朗的彈藥不夠了，這種防禦性攔截這種飛彈已經到了我們的底，他們的底是叫1/3，不到1/3不可以動了。我要應付遠東，還應付亞洲，應付印太，我不能把美國所有的庫存通通丟在那裡。最後一個就是民心士氣，所以川普現在的痛苦在這裡，他並沒有那麼真正嘴巴講那個那麼強硬，他那個塔口已經是全世界認知的。但就伊朗來講呢，我就跟你拼最後這一段，我也去派了外交部長去見了習近平，跟普京都有聯絡了。大哥，你們幫我的忙，跟老美說，我們大家咬着牙一起把這個談判談下來，好壞再說。就像趙先生常講的，哎，你讓一點，我讓一點，濃縮鈾就解決了嘛。你不是川普最在意嗎？那我好，我多留幾天，你讓一步。那這個時候反而凸顯了中國的角色，你們雙方都要停，我出來扮演和事佬。所以我覺得川普現在是。不是騎虎難下，他根本就下不來了。台階本來自己有，美國軍方那麼多高階將領連續被羞辱式的拔掉。其實我從美國那邊找到一些資料，美國軍方的高階將領非常反彈這個赫克塞斯的國防部長。你隨便下決策，不尊重專業也就罷了，你還在言語上羞辱我們。你們這些美軍怎麼樣？那個話很難聽，這。媒體可能沒有登，我到美軍到佩岡那邊去找了一些美軍底下，有像我們這個叫什麼，靠北長官的網站，美軍也有。哎呦，那裡面東西多了，那個罵的就是難聽的。那我們的靠北長官，我在地方常常看，為什麼？裡面有很多還是真的，沒有那麼嚴重。但是美軍的類似靠北長官，類似這個佩岡的這個披薩指數，基本上都是有事實根據，只是需要經過查證。那裡面對這個赫克塞斯的反彈，對川普的不支持非常嚴重。這個媒體不會登，也不敢登，尤其美國的媒體，你登了，他明天就給你查封。以川普的個性，所以我說美國真正的問題就在核武器這個問題，他要趕快解決。極限施壓的結果，小打小鬧有，但是不會大打。我的判斷是這樣子，因為雙方都承受不起，加上現在阿聯又說我不跟你玩了，
基地不給你用，領空都不給你飛。阿拉伯，阿拉伯，哎，這是很難堪的事情呢。對美國來講，我給你一巴掌，我不玩了，我退出，這個石油國家組織我也不幹了。那這些東西就是擺明的告訴川普，你趕快收手，我們這些人都波灣的這個國家都被你拖累了，是這樣子。全世界都被他拖累了，全世界拖累了。汪艦長，基本上我的態度對這個中東的研判，我是跟這個副總司令他是完全一樣的，想要擴大到這個第6次中東戰爭不太可能。他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跟伊朗都不想打，也不希望打下去，還有很多的原因都不想打。那他自己會不會擴大呢？不是我們這樣判斷。你看全世界的股市就知道，最近通通是大漲，意思就是說，大部分的人都認為不會再擴大了。大家也都看得到的，川普的這個叫做他的這個個性，就只會在這吹噓而已。那至於你說現在爭執還在什麼東西，這就叫談判，好多談判，這個東西那個談判，今天出這個條件，明天出那個條件。其實談判基本上你可以把這些所有談判的項目分2類，一類就是黑與白。我舉個例子，什麼叫黑與白啊？好比說統獨，你今天國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這個沒有中間的，不是黑就是白，這種最難談。你很難找到一個最後的一個結果。那什麼東西很容易談呢？今天所有美伊在僵持的事情都是灰色地帶。去核，什麼叫去核？去核你可以說濃度下降，你可以說研發的時間改變，你可以說它的離心機給它這個拿走，你可以說它這個濃縮鈾擺在哪一國，它有好多東西。那好比再說這個開放荷姆斯海峽，你看開放跟封鎖這中間，你知道有多少的變化可以去談？就是要去談，只要一談就不會再去打。那我現在說的。美伊的所有的談判在討論都是灰色地帶，因為重點是啊，如果有一個想打，再談得好，也有人要打。可是哦，這種灰色地帶的大家都不想打，就變成怎麼樣？再談不好，我可以告訴你，最後雙方都會找個下台階啊。我們同意這個東西，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美伊不想打，所以他打不起來。第二，我很快說一下哦，封鎖伊朗是不太可能的。封鎖台灣很容易，因為它是海島。伊朗背後是巴基斯坦，在過去的中國還有鐵路相通，你怎麼封鎖它？你沒有辦法封鎖它的。這是第二個，而且封鎖的時間非常漫長，慢慢，像人變瘦，慢慢，終究有一天餓死。可這時間多長？在這餓死之前，美國自己已經先垮掉了。還有第三個哦，就是伊朗中東的問題哦，大家可以慢慢的把它當做一個新聞看，它一直在降溫。但是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台灣人一定要去關心的。就是川普跟習近平的會面，沒有人說川普一定會出賣台灣。可是美國47任總統，以川普交易的個性以及川普目前所處的環境，他壓力很大，他想要獲得一個逆轉勝。我可以這麼講，從2戰以來，川普是最可能交易台灣的，把台灣擺上這個談判桌的。除了川普之外，找不到第二個。所以我們應該把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這次將要到臨的這個川習會。接下來再回來。好，我们的友邦巴拉圭总统来啊，叫做贝尼亞，到台灣來進行國事訪問啊，外交部長林佳龍去接機啊，然後呢，這個賴總統用軍禮儀式歡迎他啊，不容易啊，有朋自遠方來啊。賴清德說感謝遠道而來的情誼，是講那個是這個那個史瓦蒂尼的這個特使，其實是副總理啦，哦，叫做扎杜利啊。那另外呢，這個副總統扎杜利呢，現在叫特使，因為當時賴清德去不了嘛，所以人家副理就搭了飛專機來，國王專機。然後載了賴清德去，然後再載了賴清德回來，然後再回去。所以昨天在圓山飯店請他吃飯啊，我一看就知道是圓山飯店，這古色古香這種。那真的要感謝人家，人家是副總理哎，你把他幾乎當成空中小姐了，來去4趟哎，4趟搞了多少小時啊？光飛就差不多50-60小時，很辛苦的哦，所以真的是很夠意思了。說實話哦，真的要感謝人家啊。好，那賴清德說呢，
這個台灣不孤單，也無懼中國的霸凌，說台灣走向世界的決心不因為老共威脅而退讓啊。那另外呢，巴拉圭總統說，台灣滿足一個國家的要素啊，譬如台灣有2300萬人，在全世界也算是很多的啊。而且我們台灣舉行選舉啊，選舉我們的民意代表，選舉我們的官員啊，縣市長、總統啊，而且有自己的軍隊啊，而且呢還有五權分立啊，所以國家的要素台灣都有了。那國際說不承認的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巴拉圭說我們所以承認，因為這個原因啊。那大陸外交部說，巴拉圭你要承認一中，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早日跟我們站在一起要跟台灣當局斷絕外交關係。才是正確的選擇啊！那我都不知道，我們進口很多巴拉圭的牛肉跟豬肉，說我們是巴拉圭去年第3大的牛肉出口市場，也是巴拉圭最大的豬肉出口市場。那現在呢，要正式開放進口巴拉圭的禽肉，雞啊、鴨鵝啊這種禽肉要進口啊。但是我這餐廳啊什麼都好像沒有看過巴拉圭的豬肉跟牛肉哈。好，不知道這賣到哪裡去了哈？也許做成肉乾啊、肉鬆啊等等啊。那台灣買不少一年買了92億的巴拉圭牛肉而且今年第一季呢就買了6733萬美元，21億的新台幣的牛肉蠻多的哈。那另外呢，這個因為中南美的牛肉其實不錯的是蠻好的啊。台灣邦交國會不會再加一個洪都拉斯？洪都拉斯呢，因為他前任。這個他打敗前任嘛，那前任卡斯楚跟這個台灣斷交，跟北京建交。那新的總統說我們要檢視前面到底對不對？一方面呢，看美國要不要在我們這邊投資。美國不是幫台灣嗎？美國不是這個幫助台灣的外交嗎？所以美國要到我們這個洪都拉斯投資。第二個呢，我們要看看大陸在我們這邊買了多少東西，到底有沒有以前台灣買的多所以呢，現在正在檢視。一方面跟美國喊話，一方面跟北京喊話那另外呢，這個台灣是不是復交的機會來了所以呢，這個洪都拉斯要重新來評估審查。我們看一下，兩人聊得超開心。總統以軍禮迎接首次來國事訪問的巴拉圭總統貝尼亞，天空飄着細雨，幸好沒有太大，不用啟動雨天室內備案。而10響禮炮迎接這位有台的國家元首，巴拉圭總統也把該國的重要部長全帶來。Paraguay valora profundamente esta relación y reitera su compromiso de seguir apoyando a Taiwán en una alianza estratégica basada en valores compartidos。我們也期待未來兩國繼續在國際上相互扶持，一起發光發熱，促進彼此以及全球的繁榮發展。我們奉勸巴拉圭當局早日站到歷史正確一邊，做出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同台灣當局斷絕所謂外交關係的正確抉擇。台巴建交69年，而同樣在拉丁美洲的前友邦洪都拉斯新任總統阿斯夫拉日前透露，目前正在全面審查前任政府與中國簽署的所有協議，此舉被視為有意削弱北京的影響力，並傳出可能重新承認台灣。畢竟到目前為止中國對洪都拉斯做的承諾幾乎都跳票。我有發函給他們的國會議長那也尋求有沒有機會到洪國進行國會之間的互訪。友邦會否加一要再看。而賴總統7日最新公布出訪史瓦蒂尼影片，使國專機內部也間接曝光。台灣一定要走向世界，我們要出發了。總統也設宴感謝陪同直返菲的史瓦蒂尼副總理。總統的外交成績單就看民眾怎麼打分。老沈，這幾年我們的外交其實也談不上外交但是大家都很悶呢，朝野啦、藍綠啦都很悶，所以當總統念起咒語來我甚至認為主持人包括你在內，你都相信了，因為我有一度問你這12個邦交國有什麼用？你告訴我說幫我們提案我回去去檢討一下，到底幫我們提什麼案哪些案有通過，對我們有什麼幫助？但是因為太悶了，太委屈了，所以總統講的話大家都聽進去。昨天我上暐瀚的節目，我說暐瀚派你去做這個土瓦魯的大使，你去不去？他說要，他說會，他說為什麼？你去那個地方？
他說是一種光榮，但是他愛國心、愛黨的心比吳崢好。我剛剛偷偷問吳崢說你去不去？他說他不去。你知道嗎？能力不夠。我跟你講以執政黨的發言人去圖瓦盧做大使，這個是對很看得起圖瓦盧。我告訴你，圖瓦盧是那麼小的一個國家，快要沉下去了。我去查了一下，這個國家現在有幾個全權受命大使館，而不是兼的啊！全世界有幾個國家在那裡設大使館？你猜幾個？2個啊！除了我們以外，另外一個是什麼？澳大利亞啊！因為它快要沉了，所以很多人逃命都逃到澳大利亞，所以他需要大使館。那其他就是他了。所以很多素行不良、好色的都要派去那邊做大使了，就没事。那你要派黄伟漢去，你什麼意思？不是，因為我參加他的節目，所以我們在討論。開玩笑啦，很多這個國家大事所以我就趁這個機會問他，我要考驗他是真正的愛國還是沒有。所以我問你，12個邦交國跟13個、跟14個又怎麼樣？有什麼差別？沒有差別。我覺得國民黨沒有盡責，國民黨應該提出來。尤其是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的，為什麼外交跟國防並在一起了？因為外交沒事幹了，你知道嗎？所以應該要重新檢討我們外交部的功能，是不是要維持這麼大的一個龐大的組織啊？我請教你，是代表比較大，還是大使比較大？比如說我們是駐德代表，我們駐日本代表，駐美國代表啊，當然是比去图瓦盧的大使大，對不對？但是照組織。是的 ，ambassador 比較大，而且一天做 ambassador，一輩子都可以成 ambassador。你曉得我在美國的時候，僑民大家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我們看到代表都叫他大使，他也受之無愧，他也自以為是大使。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我跟你講，我們那12個邦交國，除了4個，其中1個就是巴拉圭，然後貝里斯啦、海地啦這些。甚至史瓦帝，把這4個比較大的拿掉，剩下的8個，它的面積通通加起來只有半個台灣，只有半個台灣。所以這個是老美在玩我們，我們被他玩得不亦樂乎，你知道嗎？他讓你玩++9。我跟你講，在南太平洋我們幾個大使，其他都沒有大使我們的大使都可以一天到晚聚會，不過交通也不方便。如果常常聚會都還可以在南太平洋開一個聯合國小聯合國，你講是真的是無聊。那我跟你講，賴清德，我不是不愛國，不是不愛黨，但是賴清德的咒語，他很會念咒語，你都上當了。他有4句咒語，台灣是世界的台灣，你聽了會不會肉麻？台灣為什麼是世界？他的意思就是說不是中國的台灣，還有要接下面的，沒有人可以阻撓台灣走進世界因為你是世界台灣，我要走進世界當然可以，對不對？第2句第3句，台灣要貢獻所有給世界，第4，台灣要從世界取得他該得的資訊，這是不是咧讀書會上的念經對不對？所以那次我們講，他們都裡頭作業的人都會想一個時間就想幾句咒語讓你念。有一度我們要參加這個 WHO，WHO 要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後來就說那不 WHO 嘛那我們的講法是什麼？我們沒有參加 WHO，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全世界有關公共衛生的資訊，這個對台灣人的公共衛生是有害。你想，老公更厲害，老公你需要什麼？我給你，我幫你拿，我幫你拿。然後我請問他拿了沒有？根本不需要。我們少了什麼？根本沒有。我們的公共衛生受到多少傷害？根本就沒有。我跟你講，我們變成是一個玩++9的那個玩具國了嘛，對不對我跟你講，他們玩這個東西，綠的也玩，藍的也玩。現在台灣的這個社會就是少一個站在路邊說國王沒有穿衣服，就你嗎？就只有我。我只好奇一點老沈剛講他那一套我怎麼那一套？你這一套语帶親美，沒有親美，你的一套。我要問他的就是說，以前國民黨為那些邦交國有沒有什麼金援外交啦、幫着嘛？民進黨都罵，
說這些小就跟他調一樣，那小瓜有什麼了不起？甚至以前還有民党立委說，零都沒關係，那為什麼現在賴清德這麼重視呢？不，他以前罵國民黨，你們罵國民党骂的這個臭頭，為什麼現在然後你們執政了，你們又覺得邦交很重要？因為我们还是需要友邦为我们发声嘛。那我觉得其实国民党也会觉得，应该說國民黨現在倡議的也不是回到過去傳統金援外交嘛。我覺得以前講這些大家手段比較粗啦，就是覺得說我要拉攏你嘛，我就給你好處嘛。那我們現在也慢慢進化嘛，就是說我當然要支援，可例如說我要幫你做民生的建設，我幫你修機場啦，我幫你做淨水設施啊，就不要變成說都是好像我們就是去拉攏一個外國的總統或政要或者他的家族，我們要實際讓這個國家的人也認識支持到我們。那我覺得這次講到這比較特別，是因為這次我們台灣的媒體，我看好像有一個記者，因為總統這次很秘密，但是因為中央社在南非有一個駐地記者，所以他趕快聽到的消息以後，趕快趕過去。那我就看到他回來以後寫一篇報道，我覺得其實蠻特別的。他是說他下來以後，哇，從機場那個計程車司機載他啦，到過程中遇到很多人，他說哇，史瓦帝尼那邊的人真的知道台灣呢。就說哦，台灣哇，台灣來朋友哇，台灣對我們很好哇，台灣幫我們做什麼建設，那他就覺得蠻窩心，他寫一篇。那我覺得這其實就是我們發揮的功能嘛。那剛剛大佬剛才講說，覺得說啊，你說12個邦交跟11個邦交國有差嗎？那這個邦交國在聯合國大會也表不贏。你講這樣有一個道理，可是問題是說，那這樣推回來，那說所有國家都不搞外交了嗎？因為你說那聯合國安理會有用嗎？那俄羅斯打烏克蘭。那安理會俄羅斯在裡面，他一票就給你否決了。你聯合國什麼樣呢？開始亂扯了。那國際法庭，對不對？那菲律賓也打贏中國，說南海這個地方，哇，我也在海牙國際法庭打贏啊。那能阻止了中國在南海武裝化嗎？也阻止不了。可問題說，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做這個事情呢？因為我們外交其實就是要爭取每一個發聲的機會嘛。台灣大家當然知道，巴勒斯坦全世界140幾個國家承認它是個國家，而台灣比起巴勒斯坦哪裡不更像是一個國家？可因為我們受到中國因素的壓力嘛，可是我覺得這跟政治人物跑攤有點像了。你說，你看選舉，例如說跑60個里長、70個里長，多跑一個里長，你真的多幾票算得出來嗎？其實不知道。可我們要拉攏每一個機會嘛。其實就大佬，你平常也講說你覺得啊，川普其實像全世界能真的做到單邊主義，說我說了算。就川普當總統嘛，但連你都不看好川普嘛？你平常都說，當然了，你覺得川普啊？我是說你連你平常都覺得美國未來還是要修正回過去的建制主義，還是要跟大家談合作。所以即便是美國都需要借重外交力量，那何況台灣呢？所以我們覺得我們還是要去爭取國家的發展。老陳，我是覺得我們還是需要一些邦交國。他為什麼就你說14變13變12變11都沒差？他怕的是趨勢了。你14變13變12變11變10，現在沒有了，到這只剩個教廷，教廷也不是他想跟我們好，所以大陸主教的問題跟他有不同意見，因為老共天天講世界只有個中國就是他嘛，那我們中華民國至少還有幾個國家承認你，至少也比都沒有好吧，這沒有辦法的事情嘛，這個形勢比人強，其實就是這樣子了。休息一下再回來。